前面，前面，发现我们了，那边安全，转移，不走，快点，那边安全点，快点，拿去，走，快点。 请问是何方神圣？能否留下英名，改日一定拜。谁呀？真的很奇怪。我们胜利了。行了，咱们先撤回去。哎，侥幸躲过一劫，走吧。师傅，把东西带着。王站长，王站长，大家没事吧？没事。走，我送你们出去。好，好，走。今天的第一个节目，弹词杜十娘。杜十娘虽是风尘女子，但她对爱情忠贞不渝，视钱财如粪土。这一点，很多所谓的淑女当自愧不如。请欣赏。报告，云子小姐，请原谅，紧急通报。进来。云子小姐，打扰了。松井将军来了，在客厅等你呢，请您过去一趟。怎么？我义父来了？什么时候？刚到。他怎么事先也不通知一声？ 好，好，好，子夜老师，子夜老师，您在弹词界独树一帜的唱腔被誉为紫月调，而这位莎莉娜小姐可谓深得紫月调之精髓啊。嗓音清丽，行腔委婉，韵味醇厚。 杜十娘全曲29句264个字，紫月调始终融会贯通于她的弹唱之中，真不愧是名师出高徒啊！韩先生弹词唱得好，还懂得鉴赏与评价，我非常高兴。哎呦，子夜老师，您过誉了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
中国人的评弹真是太让我享受了。你说什么？中国人的评弹？这句话听上去，你好像不是中国人。谢谢各位的捧场。接下来，我再为大家演唱一首《珍珠塔》中的《芳清见娘》。来，干杯！谢谢爸爸。正好。不知道子越老师是否愿意为我来引荐一下？好啊，等我和莎莉娜师徒重逢之后，就介绍你和她认识，你们就结为师姐弟吧。虽然你比她大，但是她先入山门，理当师姐。我懂，我懂。哎呦！走，盘查盘查去。给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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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！不许碰他！放开他！花老师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在这吃饭，看你半天了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好好的，凭什么讲他的琵琶？他是我的学生，我叫花子月，有什么事跟我说。然后我还不相信治不了你了。哎，闪开！干什么？干什么你们啊？想找我们一个一个？老子是警察，不是土匪。这个小娘姨身份很可疑，我们都在盘查。你们哗啦的一下过来干什么？想妨碍公务吗？把人给我带走。是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干嘛？你干什么？谁让你随便抓人了？哎呀，还烦了！你们让我闪开！我找了。这，哎呀，你干什么？别走！哎。我和花老师来给我师姐捧场。今天她头一次在迎宾楼摆场子，希望警察先生多多包涵，给我师姐个面子，怎么样？师姐，朋友，你哪条道上的？我凭啥给他面子？刚才我担心枪一响，事情闹大了，出手有点重。要不这样，今天您和弟兄们的花费都算我的。你是谁？我是谁真的无所谓。我呢，在日本洋行当差混饭吃。说起来，在宪兵队有几个朋友，啊，他们的原田队长和我的关系还不错。啊，还有就是警备司令部黄郎黄司令，我们没事经常喝喝酒什么的，哼，都是老弟兄。要不这样吧，我给黄司令打个电话。打，现在就打。齐春这个反战同盟的秘密成员被暗杀之后，我虽然不知道这个杀手是谁，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庆贺一下。今天就借你的生日，了却这个心愿了。如果一边吃着香甜的蛋糕，一边看着反战同盟的顽固分子被击毙，那感觉更加美妙。这个中野，虽然你跟他是姐弟相称，但是牵涉到感情的问题，必须要以天王的旨意为重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不听懂您的意思，我还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向他发出了警告。任何反战倾向，只会给他
带来杀身之祸。什么方式？在庄野家门口，他的眼皮子底下干掉了他的西村叔叔。啊？西村是你杀的？韩先生，韩梅竹先生，你把电话交给韦警长，我训训他。好，那谢谢黄司令了。都是自家兄弟，千万别伤了和气啊！啊。能把他查牢了。狗警察正是不敢天天盯着小娘，上回盯着于大小姐，这回又盯上了个唱评弹的女戏子。你想吃豆腐想疯了？韩先生也敢得罪吗？他可是我的老弟兄，原田队长也得让他3分。查牢。打身上了啊！水根，水根，水根！喂，营长，什么事？通知伙房，准备黄酒和羊汤。今天过瘾，宰了10来个鬼子，还弄来挺歪把子，咱们好好庆贺一下。好嘞，去吧。大小姐还真有预见性，要不是前晚来找咱们暗中护卫，今天他们可真悬了。哎，那都是些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他不让问，我也懒得问他。估计是共党的什么组织吧。不过，今天喊我们好汉通明的人，我倒觉得很面熟。可惜没看清楚。算上今天，你是第3次出手相救了，有点痴汉的家婆的意思。1、2不过3，下次我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。也是，路上听你说了和大小姐的事情，我都有些为你叫冤。没想到你从黄埔就开始追她，到今天快6年了吧？结果你求婚她不答应，她求援，你有求必应。女人呐，哎，下次大小姐再求援，必须跟她彻底谈判。报营长，军统急电。去太湖，去太湖秘密寻找4条军火船，还有1船电台。黄老师，你什么时候来的呀？今天多亏遇到了你。你爸妈的昆剧社不愿意给鬼子汉奸演出，3年前就在上海解散了。我们评弹社也跟着响应，索性就在无锡开了一家茶酒楼。老师，我父母他们有消息吗？兵荒马乱的，哪有消息啊？老师，那个人他是谁呀？怎么我变成了他的师姐啊？中野君，松井将军和云子小姐等你多时了。嗨。中野君，是原田队长，他一直在等你。原田阁下，有什么事情吗？中野君，你的枪，我给你配了枪套了。待会儿松井将军要问起来，怕你不好交代，拿着吧。他怎么会在您这里？你现在是帝国的军人，3线秦的，与你的身份很不相符。那个掌柜的呢？私藏皇军枪支，已经被宪兵队处决了。什么？处决了？原田阁下，你怎么能为这样的事情杀人呢？你的错了，杀害那个掌柜的是你。我？怎么会是我？开车。怎么是我杀了掌柜的呢？原田说的对，
是我杀了人，是我用这把枪跟秦行的伙计换了3弦，我害了他，是我害了他。太好了，这底牌不能漏啊！于慧，你这情报送来的太及时了，我们洪湖行动刚刚开始，哎，这就迎来了一个满堂红，把前2天的晦气那是一扫而空。哈，好，上官，马上给袁部长发报，通告今天的收获。好。哎，于慧，这个电台船是小鬼子截获的，他们为什么把这个船交给黄狼的警备司令部看管？你问过吗？问过，鬼子最大的、守备最森严的平门码头船满为患了，没有地方停泊电台船，所以只能暂时存放在警备司令部的胥江码头上。哦，是这样。电台船停在警备队的码头上，倒是件好事儿，便于咱们夺船。我还是比较了解黄司令带的这支队伍，那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当兵纯粹是为了吃军饷，没什么战斗力，装备不怎么样。如果我是黄司令的话，按常规，我会把电台从船上卸下来，另找地方保管起来才安全。停靠在码头上的那条船，不会是条空船吧？应该不会。黄司令对他的部下说：“把共军的这条船给我看好，出了事情我要你脑袋。”那如果是艘空船的话，看好它有什么意义？一条空船又能出什么事情？更谈不上要他部下的脑袋呀。你的意思，这电台还在船上，所以黄司令强调要看好船。我还听二姨太闲聊时说，这船是暂时存放在胥江码头上，随时都可能会开走。那如果随时都可能会开走，这20部电台就的确没有必要搬上搬下的忙活了。20台崭新的电台，就这么露天的放在船上，这也太滑稽了，这不等着让人来抢吗？准确的说，这20部电台不是露天堆放在船上，而是整齐地排放在船舱内。甲板上有8个大木箱，这8个大木箱里边装满了迫击炮和山炮的炮弹，而这箱子标明的却是纺纱机配件，目的地汉口码头。这些木箱全用扇布盖着。你怎么会这么清楚啊？废话，我在上海装的船，这5条船哪条船装的什么，里边是怎么装的，我是一清二楚。不过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了。这样吧，我们还是想办法上码头啊，眼见为实。这是一把还没有沾染过敌人鲜血的劲刀。相比之下，云芝小姐的父亲在生前就是用同样的战刀，在南京砍下了10几个中国人的头颅。因此，天皇裕仁和我这个老兵，希望你用支那人的鲜血来涂染这把战刀，让这把战刀闪耀着血红的光芒。东野，接刀。将军，有您这把配枪，我觉得就足够了。中野弟弟，这是2回事儿。这把军刀象征着松井将军对你的信任和重托。嗨。谢谢将军的信任和重托。拿着这把战刀杀敌立功，够为你令尊的在天之灵。我的同盟校友，你能做到吗？能，请学长和将军放心。好，很好，很高兴你成为这把战刀的新主人。这把战刀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沾染过支那人的鲜血。而这个遗憾，只有你才能弥补，因为这把战刀的原主人就是你的父亲，中野正雄。
中野弟弟，你的父亲是被中国人枪杀的，太阳黑子计划会为你提供为父亲报仇的机会。作为男子汉，你要为刚才的承诺付诸行动。袁部长回电。新闻误传下落甚好，对其监视而勿动。当下先查家贼，不然永无宁日。待命。他让我们查清出卖情报的人，是不是在担心我们将来有新的行动，敌人仍然会发现？不把出卖情报的人给揪出来，咱们干什么事儿他们都会知道。我就经常感觉到，咱们身后有双眼睛。是。哎，不过，咱们身后也经常有贵人相助，你们感觉到了吗？第一次是杀掉阿三撤离的时候，得到几个男人的救助，至今也不知道这几个男人是哪条道上的，为什么要出手相助？今天这几个黑衣人，也是让人琢磨不透。你说这事儿怎么会那么巧呢？哎，上官，你也说说嘛。几次被贵人相助，你认为他们会是什么人？有贵人相助是件好事，没必要再讨论了。我们还是说说船的事情吧。我觉得首长让我们把船的事情先放一下的意见不妥。我也觉得有些不妥。华峰今天一再叮嘱我们，请首长赶快制定计划，把船尽快地转移出太湖，免得夜长梦多。今天我们也看见了，小鬼子在太湖上活动的那是非常厉害。我的意思是，两个方面要同时行动起来。叛徒呢要查，这是对的，但是船呢，我觉得也要抓紧时间的去抢夺或者转移。这好不容易才找到，别再丢了。那到底是先抢夺电台，还是先转移军火？指导员给拿个主意吧。要是确定电台还在船上的话，我倒倾向先夺电台。这电台太重要了。问题是怎么进入须江码头实地侦查？于慧，还得靠你多想办法了。可能是华峰，看看。不好了，我在无锡的3个秘密联络点都被破坏了。什么？3个联络点都没了？老张、小陈和大块头他们都被暗杀了。石老板联系吧，他是个无锡通，对无锡交通站这条线他还是比较熟悉的，应该能给咱们提供一个有价值的线索。哎，我非常同意华峰同志的意见。一说到吃北极你就来劲，忘了袁部长的话了吗？无锡现在是铁定出了叛徒，
池北吉和交通站关系十分密切，叛徒十有八九认识他，所以池北吉极有可能已经被敌人列为重点监视对象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只要和他接触，就极有可能被敌人发现。其结果，不仅特遣组引火烧身，池北吉也将危在旦夕。王站长分析的对，尽管我们现在不能确认敌人是否在监视池北吉，但是在逻辑上，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。所以我们更要加倍谨慎，万不能心存侥幸。袁部长不同意我与池北吉见面，但他却在电报里说，当下先查家贼，不然永无宁日。知情的同志已经牺牲了，活着的同志又不能惊动。你们谁能告诉我，查找家贼的途径在哪儿？这屋里头谁认识叛徒？谁呀？既然现在我们不能惊动自己内部同志，就尽量利用各自在无锡的社会关系，从外围入手打探叛徒的消息吧。好在我们都是本地人，还有这么一点优势。我想首长当初派我们来执行任务的初衷，也在于此吧。是啊，我同意上官的意见，我们呢，先从外围入手查，大家一起查，包括沈月娥、沙丽娜。哎，对了，袁部长不是让沙丽娜到大饭馆跑场子、唱评弹吗？我觉得这样好，可以结识很多人，多打探消息。明天，特遣组齐心协力，抓叛徒。抓叛徒？什么事儿？军统急电，命令咱们协助共军抓捕一名投靠特高科的叛徒。协助共军抓叛徒？对。什么时候？明天夜里。电报里有具体指示。陈副官，这事你怎么看？我？对，我想听听你的想法。营长，咱独立营被派到敌占区进行秘密作战，主要任务不就是暗杀汪伪政府要员、刺探鬼子情报吗？平时吧也没什么大仗可打，如果有这么个机会，咱就当执行一次特殊任务，也算是搂草打兔子吧。干成了，咱也好请供药厂给弟兄们要点零花钱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一票咱们干，只要不是赔本的买卖。前2天来电，命令咱们帮着共党找军火船，今天又命令咱们帮着共军抓捕叛徒。我这个军统直属独立营营长，都快成共军营长了。我估计，可能是跟共党那些军需船有关系吧。但是，协助共军完成这个行动，肯定会对党国有利。军统嘛，向来是无利不起早。会议出来了，你看吧。无锡交通站出了叛徒，军统怎么会知道？这电文是不是破译错了呢？你这话说的，让我这个无线电专家情何以堪呀？你别介意，我是说，我们没有查出叛徒来，哎，却让军统给查了出来，这心里边总觉得有些别扭。你别扭什么？国共合作呀。再说，人家军统在无锡也有自己的卧底跟演习。那这军统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？就算是国共合作，我们内部出了叛徒，也用不着他们来抓嘛。他们只要把情报通报给我们，不就行了吗？而且，
而且这个电文上也只有这个叛徒的代号、地址、姓名、年龄、体貌特征，什么都没有。姓名、年龄、体貌特征要是都有的话，那叫通缉令，不是密杀令。再说了，人家这份情报本来也不是给你的，是给人家自己在西的敌后武装，人家自己人看得懂不就行了吗？这国军呀，在苏西有3、4支大小不等的敌后武装，你说这电报是给谁的？说不定啊，我还认识他们呢。这种绝密的电文，一般都没有抬头和落。但愿不是我那个老冤家，叛徒坚决不能落在他的手。你有什么打算吗？抓！既然这个叛徒已经投奔了特高科，那我们就先假定，出卖军需船情报的就是他。假定？你有什么依据吗？叛徒投奔特高科，那是需要资格的。如果他拿不出极具参考价值的情报来，这日本人根本就不会理睬他。现在这个叛徒，他已经投奔了特高科，那么我们就会有理由怀疑，军需船这样重要的情报就是他出卖的。这种叛徒必须要铲除。等到明天晚上，我真是怕夜长梦多。这样，咱们就今天晚上行动。今天晚上？但是情报中说，明天晚上在叛徒的家中有一个私人聚会，那才是最佳的抓捕时机。用你的话说了，他这封电报他又不是发给我的。明天晚上那是国军的最佳时间，而我的最佳时间就是今天晚上。我们自己的叛徒就得自己处理，这个叛徒绝对不能落到国军的手上。只要他一出现，立即动手，知道吗？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再冒险，我们也得干。一条普通的木船停在警备司令部的码头上，谁会想到竟然是共军的军需船？黄司令，你说共军现在是不是非常着急？难道科长说的急事？这条装满电台的船对共产党来说那是太重要了。你要是丢了这船重要的军需物资怎么办？抢回来。不过这条船停在我管辖的码头上，共产党应该彻底死心了。不，我不希望共军死心，我希望他们来抢这条船。难道科长，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。怎么才能让共军靠近这条船？或者，怎么才能让共军认为，抢走这条船是有把握的，起码是值得去试一试的事情？莲花，还记得那天你说起这些船的时候，你发火的事情吗？一共5条船，随船护卫不过10来人，皇军兵强马壮，船坚炮利，又在自己的地盘上就可怜巴巴捡回1条船，这简直是授人以笑柄！大日本皇军就这等战斗力？我今天可以告诉你，这4条船不是共军本事大，是他们自己逃脱的。那是上帝让他们逃脱的。那个上帝就是我，是我把他们放走的。放了。为什么放走？不是放走，是放进太湖。太湖是内陆湖。那4条船想要北上苏北抗日战场，最终还是要走运河入长江，而皇军控制了所有的运河河道和长江下游沿线。这4条船只要进了太湖，就等于是瓮中之鳖，插翅难逃。这太冒险了吧？那毕竟是4船满满的军火呀。我对军火不感兴趣，就算落入共军之手，又能打几个胜仗？那你感兴趣的是共党分子。那4条船看似放走，
其实仍在我的掌控之中。但共军的首脑不会这么认为，他们会认为还有希望夺回这4船金火，包括黄司令看守的这船电台。这样，共军首脑就会大批的调动共党的各路人马，为夺回这5条船齐聚苏南、无锡等太湖流域。那时，我特高科不就大有用武之地了吗？你是放长线钓大鱼，钓不钓大鱼，我倒不奢望。准确的说，应该是欲擒故纵。我就是想借此机会大批的抓捕共党分子。相反，如果当初我把这5条船全部截获，共党的首脑必定认为没有希望再夺回这条船。那这条船为什么不放走？全都放进太湖，共军在无锡城里的活动就会减少，不利于我们对他们的行动进行监控，更不利于抓捕。考虑到你的情报站设在无锡城里，我就把这条船停在无锡码头，这样，共军派来夺船的你的那些同志们，必然会到无锡城里来找你接头。三道科长，昨日有10几位太军在三三岛的竹林里被杀，这是否说明共产党开始行动了？没错，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。好戏很快就要上演了。明白了，太湖那4条船是鱼饵，这条船是鱼钩，我是鱼食，你是渔翁。一点就通，天才。那你索性来印证一下我的思路。如果把这条船停在黄司令的码头上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刚才说正发愁怎么才能让共军靠近这条船，就黄司令这破码头，连起码的防御措施都没有。别说共军靠近他们易如反掌，就连太湖湖匪，要是知道这儿停了一艘军需船，也敢连夜抢他，还发什么愁啊？你我真是心有灵犀。原来把这艘船停在我管辖的码头上，是故意给共产党露出个破绽了。西江码头薄弱的防御措施，非常容易迷惑共党。他们会误以为这里易攻难守，而下定决心前来夺船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只需把通往长江的水道牢牢地堵死，剩下的就是瓮中捉鳖了。黄司令，我可得提醒你啊，自从皇军灭了顾大麻子，他的压寨夫人顾二娘可就跟皇军结下了梁子，不寻机报复才怪呢。现在活跃在太湖上的这支队伍，可不是当年顾大麻子的湖匪队伍，已经让顾二娘改编成了太湖自卫队了。听说跟新四军的太湖游击队还有过来往。顾二娘虽说是一介女流，可手下已经有100多人了，个个都是熟悉水性，动起手来心狠手辣，来无踪去无影，不得不防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都上船，上船！小皮蛋，哎，率弟兄们进太湖，开工！好嘞，老大有令，进太湖开工了！25号，25号，你开门啊！你家订那个煤球送来了。你说这叫人家滑稽吧？哎，在个煤球店订了煤球，他自己到现在也不回来，都跑了3趟了，我累死我了。我是说，真快把我给累死了。
自不同的世界，岁月让我明白彼此的差别，在错的时间，在对的地点，谁也无法改变。风没听到我在哭泣，雨没体会我的焦虑，剩下的只有各自的使命，最后孤身远去。我不想哭，我不能再继续把我的爱丢弃在有情黑夜里，让挚爱摇曳，看花儿凋零，四季流年弹指逝去。我不想哭，我不愿再驻足，曲折的爱会成就更多幸福。我会坚强，我会领悟，离去是美丽人生最完美的结